美国统计指出，基督徒的青少年随着他们的年纪增长，稳定聚会的人数就会逐年下降。17岁还有在聚会的剩下 69%， 18岁剩 58%， 19岁剩下 40%， 而20多岁还有在稳定参加教会聚会的人只剩下 30%。 这个虽然是美国的一个调查，但是这个跟我在台湾的经验可以算是完全一致。所以今天我就要来告诉大家，年轻人不去教会的5个原因。嗨，大家好，我是奶哥，我是基督徒，我也是教会的传道人。但是虽然我是教会的传道人，我个人在18岁到22岁念大学的这个阶段呢，我也不怎么去教会的。接下来的分享，我参考的是美国的一个统计报告，我们来分析一下教会留不住年轻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第一点，上大学。那么我个人也是这样子啦，就是生活圈换了嘛，爸爸妈妈已经没有在管你了，终于自由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可以管理，你会有很多你想要去从事的兴趣跟嗜好。终于在星期天早上想要睡到自然醒的时候呢，爸妈不会跑来敲你的门叫你去教会。外加很多的人都是到外地去念大学，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台湾人都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基本上一定要去融入一间你没有去过的教会。那去融入一间新教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边的结论是这样子，我们在教会应该要去帮助这些上大学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可以顺利的接轨到下一间教会去。那通常啦，去推荐这些年轻人说啊，我有个朋友啊，他也在台湾的哪一个城市牧会啊，不然的话你去那边，我已经帮你跟牧师打好交道了，你就从今以后去他们的教会聚会好了。这样子其实完全不够，你请教会的牧者替你去跟另外一间教会的牧者打个交道，完全不算是帮助年轻人顺利接轨另外一个教会的做法，这样有做等于没做。我说的是，除了单纯推荐一个教会给别人去参加之外，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比较像是陪伴着对方，当他还在这个过渡期的时候呢，走过这段时间，让他真正的融入新的教会。那么当然啦，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鼓励这些大学生，当他们放假的时候呢，回来自己的母会来聚会。具体的要怎么做，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部分我们的确可以再努力一点。第二点，教会虚伪，说一套做一套。儿童跟青少年的时期呢，因为小朋友可能年纪还小，他们比较没有独立思考或者是提出一些疑问、提出一些建议的机会，所以勉强你这个时候在教会里面，你用儿童组织学啦，你用青少年的团契啊，你还可以让他们按照我们教会这些领袖的方式去过他们所谓的属灵生活。但是人家18岁长大了，上大学了，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尤其是这些后现代主义的这些小朋友呢，他们非常注视自己的感受，非常注视被同理，所以他们看这种虚伪的表现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我们只有事工的时候才跟这些青少年年轻人有关系，他们没有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怎么理他们。这样子虚伪的表现，他们绝对会发现。结论就是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一间教会里面，我们在带这些年轻人的时候，我们的解经能力，我们的神学的精准度，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其次。我们这些牧者、这些领袖、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这些辅导，我们到底怎么样待人处事，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大的。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你看的也是一样，耶稣整天在骂的那些对象，就是表面上好像很属灵，但实际上呢就是非常骄傲的那些法利赛人。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在面对这些年轻人的时候呢，千万也要注意这个部分，我们到底是实际真正的用我们的行动去关怀去爱他们，还是我们只是看见他们是教会的劳动力，所以当他们有使用的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他们互动密切，当他们退出服事之后呢，我们也不跟他们往来。千万不要这样。第三点，关系疏远。尤其是你上了大学之后，你到外地念书，或者是你的学业比较忙碌一点点，你不一定可以那么常出现在教会，你不一定那么常回你的老家。这个过程呢，就会让你跟你教会里面的其他的人开始觉得疏远了。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虽然这些年轻人在教会已经聚会了5年、10年、20年，但他们根本从来就不觉得自己有真正融入这个群体里面。当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当这些年轻人他们可能觉得有些人际关系的冲突没有解决的时候呢，他们就很难愿意留下来聚会。所以结论是营造一个接纳的环境，去帮助那些边缘人去成长，去明白自己在人际关系当中受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当然也要帮助其他比较有群体凝聚的那些团体更加的包容，更加的知道怎么去接纳那些跟大家不一样的人。
人，记得关系排在优先，事工排在后面。第4点，工作忙碌，这其实非常的现实。上了大学之后呢，很多的人半工半读，出了社会之后呢，更不用讲了，大家的责任就是会增加，也是因此无法保证每一个人星期六、星期天可以空出这么多的时间来教会服侍，来教会参加聚会。也是因此啦，比较大的教会资源比较多的教会，他们可以有很多小组跟主日的时间让大家选择，但是小的教会就比较困难了。再来就是当大家的生活上面多了一些责任，我们就会想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次序，很容易就在这个时候呢，教会的聚会生活的次序就被排到后面去了。大家其实都知道不可停止聚会，但是如果整天来聚会又没有什么收获，又感受不到帮助，又感受不到差别，结局就是登出的人会很多。这些人可能觉得自己有继续祷告、读圣经、上网看看其他教会的主日就 OK 了，干嘛花那么多时间委身去一间实体的教会？这部分结论我下了2个。第一个结论就是，的确有可能这些年轻人的价值观就是被这个世界给拉走了。我个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样子，我来到教会呢，就是希望可以拿到一些好处，如果我觉得我拿到的好处不够多，不合我的胃口，我就算了。这个状况就是年轻人自己要成长跟改变的部分，因为是否聚会，在哪里聚会，不应该单纯以自己来了这边有没有得到好处去考量。第2个结论就是，教会其实可以检讨一下，为什么有这么大比例的年轻人？你看20多岁有2/3的年轻人，他们虽然可能信主受洗多年，甚至从出生就在教会了，但是依然觉得教会生活是可有可无的。今天如果学生功课不好，我们应该都怪那个学生自己不努力不用功，还是说也应该要让老师检讨一下？尤其是2/3的学生都休学的时候。第5点，社会议题，圣经是权威，神是权威，因此牧者、领袖、辅导们就是要扮演一个缓冲的角色，来帮助信徒，帮助这些基督徒来明白圣经的一些细节，并且更认识耶稣。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变成一个非常律法主义的宗教，像是回教，像是犹太教，动不动就要拿石头打死人。那么年轻人想要去明白细节，更认识神的一个方式呢，通常是透过对话跟讨论的。可惜的是，许多的教会在社会议题上面并没有提供一个对话跟讨论的空间，所以就会出现在教会里面发联署单，叫全部的人签名一起来反对同婚法案这种状况，或者是号召全教会去参加一个护卫家庭的祷告会 AKA 反同婚游行这样的状况。那么其实这个单一事件，我认为是近5年台湾最影响年轻族群的一个事件吧。不知道因为这个事件流失了多少年轻的人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对这整个事件的立场的话呢，下面有个播放清单可以点开，那个是我几年前拍的一些影片。所以这边的结论是，我们要学会沟通，学会彼此聆听，不管是年轻一辈的年轻人，还是教会里面的这些领袖，学会听，学会慢一点去下定论。圣经都读了那么久了，如果这方面都没有进步的话，那干脆去买卡内基的书来读读算了。顺带一提，我最近在做一个读书会，就是在读卡内基的书。结论的结论，以上这5点通通都是报告调查显示的结果，不是我自己掰出来的。要知道这些情报并不是什么非常困难的事情，重点就是要去聆听，要去问问题，问完之后呢，要愿意去听别人给你的答案，而不是一直去撇清自己的责任。似乎没有非常多的教会愿意去这样做一个彼此聆听的动作啦，因此许多的年轻人就不想要融入了，甚至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人也会选择离开。如果教会可以真的去了解每一个出席率降低的年轻人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并且从旁协助，而不是不断的批评论断他们，说什么他们接受了属世的价值，说什么他们被魔鬼撒旦绑架了。如果可以多出现一些有建设性的对话，那么我就觉得会选择离开教会的年轻人呢，比例上面就会逐渐的减少，愿意留下来委身在教会的人也会渐渐增加。讲完这个之后呢，或许你感到非常的不满，欢迎来到 Discord 来跟我谈话。刚刚先前提到的读书会也会是在这个 Discord 上面进行的，所以感兴趣呢，下面有链接可以点进去看。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个读书会，就是因为我们的 Patreon 会员到达了20位，所以如果你也想要支持我在网络上面做的这些事工的话呢，欢迎成为 YouTube 会员或者是 Patreon 会员，来帮助这些平台的永续经营。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咯，拜拜。